请患者不要死在走廊上。我相信很多玩家都喜欢主题医院、天际线、模拟人生这些模拟游戏。这些模拟游戏品类表现的各有各的样子，并且数量非常之多。这些模拟游戏是如何发展的呢？他们是如何改变了整个游戏行业呢？我们先把时间拨到1964年。如果我们把经营模拟剥离的只剩下最核心的循环，就是资源管理和经济系统的运转，那么最早的鼻祖诞生于大型计算机上，苏美尔游戏。它是一款基于文本的经济模拟游戏，玩家在游戏中扮演古代苏美尔城邦的拉格什的统治者，进行资源调度与经济管理。但是真正拥有图形操作界面的模拟游戏需要等到1981年，业界和吉尼斯纪录公认的第一款现代意义上的模拟经营 Utopia 乌托邦。玩家在游戏中掌管一个岛屿，需要通过放置建筑、喂养公民来改善岛屿环境，同时还要管理整个经济和军事系统。你需要让人口保持快乐，并建立足以抵御叛军和海盗攻击的军事能力。听起来像是海岛奇兵的复杂版，而且这款游戏也是即时战略的鼻祖。但是这款游戏在当时吃豆人和太空侵略者的环境下，第一次要求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进行系统性的思考，从而直接孕育出了后来的城市建造的模拟品类。于是1989年 Will Wright开发的模拟城市真正把经营建造推向大众，并确立了现代的模拟建造范式，直接带火了城市建造模拟这样的品类。直到今天的天际线依然没有脱离模拟城市的范式。随着模拟城市的成功， Maxis 公司又相继开发了模拟地球、模拟蚂蚁、模拟生命等等模拟游戏。这款1991年的模拟蚂蚁同样是 Will Wright 设计，但他做了一件当时所有模拟游戏都没做过的事儿，就是把视角从上帝视角缩进了一只蚂蚁的世界里。你扮演的不是管理者，而是蚂蚁群体里的一员，要带领黑蚂蚁大军对抗红蚂蚁，躲避蜘蛛，避开杀虫剂。最终的目标是把院子里的人类赶出去。游戏底层的蚂蚁行为模型是参考了昆虫学家 E.O. 威尔逊对蚂蚁社会的研究结果，信息素路径、兵役分工、繁殖策略都有真实的生态学依据。所以你玩的时候会发现蚂蚁们会自己找食物，自己走出最优路径，不需要你下每一道命令，系统就会涌现出集体行为。这就是后来游戏 AI 里群体智能和涌现系统最早的雏形。而且它还有一个实验模式，你可以调整各种参数观察蚂蚁群体的变化，纯粹当一个电子生态的观察者。你甚至都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就看着蚂蚁自己建立秩序。这种设计思路在当时的模拟游戏里并不多见。随着越来越多的模拟游戏出现，玩家和开发者们不禁要问，什么是模拟游戏啊？从现在大量的模拟游戏抽象反推，其实模拟游戏不只是一个游戏类型，它本质上似乎是游戏行业第一次开始模拟系统，从宏观系统到模拟企业中的中型系统，最终模拟微观系统，一个人开车呀、开飞机呀、一个人做手术啊。自从模拟游戏诞生在电子设备上，电子游戏就不再是闯关让系统运行起来，这就变成了模拟游戏的核心内容。玩家成了系统的管理者和观察者，玩法也从被规定好的单一目标成了以玩家为主的多元玩法。不仅可以把系统管理好，也可以通过破坏系统观察系统的反应。虽说这些游戏各有各的表现，但其关键仍然是资源产出与消耗的循环。有的是一边规划空间资源，一边通过空间资源转化为人口增长、经济收入和市民的开心，或者根据供需关系、运输效率调整利润率和动态市场价格获得收入，再或者改变条件涌现新的状态。这些游戏中，当资源的产出和消耗需要运输时，模拟游戏再一次进化了。玩家不仅要管理资源，还要考虑路线、效率、空间占领、容积率。于是后来这种系统与战斗结合，逐渐催生出了即时战略游戏，也催生了表现生产全产业链的《骑士与商人》和《工人物语》等等，最终到现今的异星工厂、戴森球计划。玩家的快感从了看数字增长，变成了消除物流瓶颈的秩序感。这些游戏又需要解决 NPC 的寻路方式和自主行为，游戏的 AI 也变得更复杂、更聪明。当你把底层参数交给成百上千个独立 NPC 去运转时，系统就会产生一种不可预知的涌现，这就成了微观模拟的极致。玩家又再一次通过观察者的角度感受接近现实世界的系统运作。也就是说，当开发者试图模拟一座城市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城市并不单单是由建筑组成的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其实是人。于是模拟游戏开始从模拟城市转向模拟人类，尤其是模拟人生以家具广播为核心，它会让家具、人的需求和距离
互相影响 NPC 的行为。小人他会自己判断我是先睡觉还是先吃饭。后来很多开放世界游戏里面的 NPC 逻辑其实都能看到类似的思路，这样的思路就叫效用 AI。后来的模拟游戏几乎发展了你能想象到的所有行业，毕竟因为行业不同而系统不同，需要模拟不同的内容，比如赛车游戏要模拟不同的路况对不同轮胎的摩擦力，不同天气的视觉效果，而模拟外科医生多少得模拟点人体解剖结构吧。当然这个游戏的操作太变态，不如超指导好玩。微软的模拟飞行除了要模拟所有飞机的操作之外，还要动态模拟真实的天空、天气甚至流体力学。后来全球最大的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买下了模拟飞行的底层代码，并以此开发了 Herpar 3D 平台，现在被广泛运用于全球各地的商业航司和空军战术训练的体系中。所以你把模拟游戏打碎之后，会发现其中包含了 AI 的发展、动态天气的发展、物理引擎的发展。这些不同的模拟游戏展现出的不同系统，不仅影响着后续所有游戏的玩法表现，甚至会影响到现实中高成本职业的训练。但是模拟游戏真正厉害的地方，是它第一次让游戏行业意识到，原来游戏里的乐趣不一定来自一个好的故事，也不一定来自好的关卡或者好的战斗系统，它也可以来自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。城市会因为交通堵塞瘫痪，居民会因为税率过高而搬走， NPC 也会因为需求变化产生新的行为。玩家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静静地观察系统自己运转。但与此同时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，当系统越来越复杂，开发者开始意识到，或许真正的乐趣也并不来自于系统本身，而是来自于玩家利用系统创造内容。后来甚至进一步演化成本内容创造权直接交给玩家，这就是用户自发创造内容的 UGC。于是沙盒游戏出现了，风靡全球，90后甚至00后为之疯狂的 Minecraft 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它几乎去掉了传统游戏中的关卡、剧情、目标，转而给玩家一个能够自由运行的世界，吸引了无数拥有创造力和自驱力的玩家。资源循环、生存建造、物理规则、生态逻辑，全部交给玩家自己组合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它已经像是模拟游戏发展的终极形态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模拟游戏真正想回答的问题，或许从来不是如何把现实搬进电脑里，而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现实本身。因为当你试图模拟一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不得不先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，或许这才是模拟游戏最迷人的地方。